今天呢，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啊，就是案例这样子的，就是有一个朋友呢跟我们一起去济州岛玩，然后呢，他本来想的就是国内飞济州岛，然后再去日本，这样的话一次性可以玩2个国家，对吧？济州岛是免签的，那么免签的地方呢，其实往往在审核方面是特别严格的，而且人家是第一次出国，那白本护照的话，一般来说入境审查官会更加严格。那所以说他会问你要离境机票，那离境机票的话，你可以回国内，也可以出发去第三国，但是去第三国的话，这个机票你得有签证啊，对吧？那日本签证在办理当中，这就麻烦了，那你就是等于说没有这个日本入境许可，你没法提供啊。也许说有些签证官或者说这个入境官员吧，他可能说没有查这么仔细啊，但是你不能有侥幸心理啊。万一如果说你被遣返的话，那这问题就大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去省这个钱，何况你还第一次出国，你就遇到这种情况，那我觉得对这个人生都是有影响的啊。那整个案例就这样的案例啊，所以说现在这个日本电子签拿不到，还没拿到啊，我不确定下周一能不能拿到。那原计划的话是这样子的，那现计划的话，我们得有别的方案，比如说，那我只能说飞回国内啊，因为济州岛吧。它不是像首尔这样子啊，如果说首尔的话，其实你飞很多地方都可以飞啊。济州岛的话，这个本身机票就很少啊，你很多地方都要从首尔中转或者釜山中转，比如说飞日本大阪或东京吧，直飞航班是每天都有的啊。基本上你要每天飞大阪的话，都要从釜山中转。那釜山中转的话，釜山又属于这个韩国国内，所以说你从济州岛飞釜山的话，它是国内航站楼的，它没有禁区的啊，明白吗？那到了釜山之后，你要切换航站楼的话，你要过境签，没有过境签又不行啊，这是个很大的问题。那么所以说呢，今天我要想一想啊，就是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地方、更好的这种方案啊？所以说我今天想了很久这个问题啊，我给大家讲讲我的思路啊。首先一个思路呢，就是我有一个导航网站啊，叫 Mr41.41啊，其实你可以搜索到啊，在必应搜索里面搜索到。那么这边的话有很多旅游的相关的一些工具吧啊。那第一点我就想到一个叫虚拟机票的问题啊，比如说入境海关回程票预订证明啊，这个是新加坡的一家旅行社是可以帮你代订的啊，它其实是一种赞助行为啊，赞助行为，事实上到最后是会取消的啊，这种情况。但是我点进来之后啊，然后我这边尝试预订啊，尝试预订的话啊，比如说我这边选择这个济州岛啊。济州岛的话，英语有2种说法啊，那这个没有啊，还有一种老的英语说法叫这个也没有啊，为什么呢？这城市不行啊，城市太小了。说白了，济州岛这种城市就在韩国有点边缘啊，真的是特别自治道嘛，对吧？说白了是韩国农家乐啊，所以说没有啊，你没法订这种虚拟机票啊，没法找旅行社帮你赞助啊，本身航班也不是很多。那第一个方案已经失败了啊。那么第二个方案的话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是美国的 DOT， 也就是美国交通部，它是有个规定的。它的规定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呢，如果说你订的航班啊，比如说飞往美国的啊，或者说美国出发的，其实跟美国相关的机票啊，它都是允许你在24小时内有反悔的选择，而且是无责任的，就这样子。那我是在想，那我朋友他肯定是没有美国签证嘛，那刚好美国有个地方叫塞班岛，对吧？塞班岛，那我尝试能不能预定塞班岛的机票呢？所以说我在这边选择啊，我这边选择这个济州岛，然后飞往塞班啊，塞班，我写错了吗？这个对的啊，塞班啊，塞班岛的话，我选择一个，比如说选择周五吧啊，因为周五肯定是，如果说我不确定哪个航班哪天有航班啊，但是先选个周五没有啊。如果说你看济州岛飞这个塞班没有啊，那换个日期。好，换个日期是有的啊，可是换个日期呢，你现在的机票啊，它是不符合乘机资格啊。你看它这个往 GMP 这个机场，你看这边要去首尔，首尔这边有2个机场啊，然后这个2个机场呢，一个仁川的，这个呢另外一个机场啊，然后你这2个机场你要跨机场，你肯定得有签证才能入境啊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就没法入境啊，这个方法不有效。如果只有直飞的话还可以啊。那再想个办法，那么我们依然回到这个 Mr.41 的网站啊，这边有个 trip.com 啊，然后点进去。好，点进去之后呢，我想了个什么办法呢？那就飞香港吧啊。飞国内的话，说实话，其实我看过了啊，那个基本上的航班啊，其实这个机票价格还是比较挺贵的啊。你飞香港啊，
因为香港的人口比较少一点，然后呢，这税费还是比较好一点的啊。然后我这边选了这个30号啊，那这样的话也是符合入境条例的嘛。那入境的话，大概反正15天、30天有的啊。所以说呢，你23号出发的话啊，这个在这个逗留期限之内的啊，刚好这边呢有啊，机票价格本身也不贵啊。然后如果你买了不飞的话啊，其实也可以，但是呢，我这边看到啊，其实更有选择什么选择呢？就是这边啊，这个经济舱你取消的费用是$16起步啊，但是这个是30号的嘛。那如果说23号的话啊，那进去入关之后你再去取消的话，你这个时间是等于说大于6天啊，这样的话$38了。那么我可以想个办法，就是把这时间改一下啊。改什么呢？比如说我改远期一点，比如说我23号入境啊，然后超出6天7天啊，然后这样的话改到这个1号好了啊，或者说选个低价机票啊，这个8月14号啊。还有我还特地查了一下啊，济州岛免签政策的话是不多于30天啊，就是30天以内啊，你可以停留。那这样的话，比如说我给他选择一个。你看这个更好啊，这个的话只要是起飞之前就退这个$16啊，就是不是这个费用啊。但是呢，这个里又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边还有额外费用啊，这个又不可以选择。还有吧，我现在的话又返回去看了，刚才因为我刚才选了就是航空公司选错了啊，就是其实呢这个规则的话$16的话，它是在7天以后啊，7天以后的话，出发之前7天以后的话$16啊，这个是济州航空的啊，济州航空这个航班号我看出来航班号。然后航班号的话是7C2185啊，我原本的话我认为这个航班是每周飞一次的啊，其实不是的。然后我搜索了一下这个航班号，那么我搜索一下这个航班号之后呢，这边找到以往航班啊，因为我看它的排班规律，比如说它之前6号飞过啊，9号飞过，13号飞过，16号飞过啊，你看吧啊，其实这个找规律啊，就是6号跟9号是周六、周二、周六、周二这样飞啊，那么这样去规律去看啊。然后呢，有些时候呢，它暑假的时候还会变更日程啊。比如说这边的话，我要选择这个上次的话是30号啊，30号这天的话，这一周的话是周六啊，周六的话我要选择这个8月3号啊。8月3号如果说23号入境的话，8月3号是在7天以外的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应该是符合的啊。你看，就找到之后呢，我这边选择经济舱啊，看到这个$16的啊，$16我们再看一下啊，在31天之内啊。那如果在6天之内的话，就是$38，在31天之内的话$16，那就选这个啊，只有这个方法了。我觉得没有想不出更好办法了啊，我只能找到这个办法。如果说网友有更好的方案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在下面评论啊，告诉我一下也可以啊。还有吧，顺便提一点啊，就是有朋友可能会留言说，哎，找万能的淘宝啊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就是有些商家呢，我不确定他是谁啊，不确定他有没有这权限。有一些商家，我觉得他连黑屏都不会用的人，所以说我更加不相信他。而且这个朋友第一次出国，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事情交给万一这个人啊，做事情没有底线，给你搞张 PS 的假的这种机票单，那不是废了吗？对吧？害人不浅啊。